朝鲜武器展上惊现与东风17十分相似的成波体导弹究竟是什么？朝鲜为何要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又是否得到中国的帮助？近日，朝鲜举办了名为"自卫2021"的国防军事展会，朝鲜总书记金正恩亲自出席。而在这次展会上，朝鲜官方公开了一系列展会武器照片，几乎涵盖了近年来朝鲜发展的所有先进武器了。其对外展示实力的意图很是明显。而在这次展会上，人们还惊讶地发现，朝鲜展出了一种稀奇又熟悉的成波体导弹，而这枚导弹被放置在一辆导弹运载车上，与火星16、火星15洲际导弹这类战略级导弹摆放在一起。说它稀奇，是因为成波体导弹作为一种新的高超音速导弹概念，在近年来很火热，很多国家都试图掌握这种技术。而说它熟悉，是因为朝鲜的成波体导弹，甚至包括下面的导弹车，都与中国在2019年公开亮相的东风17导弹几乎如出一辙。这难道是中国把东风17卖给朝鲜了？对于朝鲜的成波体导弹几乎没有资料，但从这外观不难判断，这是一款高超音速导弹。所谓高超音速导弹，是指速度超过5马赫的导弹，在这种速度下，现有防御系统几乎无法将其拦截。而假设这种导弹速度真的有5马赫的话，那么从朝鲜首都平壤抵达韩国首都首尔仅需75秒。实际上，在今年1月份劳动党8大上，朝鲜就提出了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国防科学发展及武器系统开发5年计划战略武器部门最优先5大任务之一。而今年9月底的时候，朝鲜官方更是宣布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枚导弹命名为火星8。因此，很多外媒认为，此次展会上出现的成波体导弹就是火星8。但朝鲜官方并未给出火星8具体数据，仅有一张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火星8作为2级设计的弹道导弹，导弹部分的确有滑翔弹头的样式，但由于拍摄角度的问题，我们无法看出火星8导弹的弹头部分是否呈成波体。因此，此次航展上朝鲜展出的成波体导弹，究竟是不是火星8导弹，还是火星8导弹的改进型，甚至是一款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又或者只是一枚概念型导弹的模型，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官方将火星8描述为战略武器。要知道，中国官方宣传东风17是一款常规战术导弹，而火星8等级比东风17还高。这只能说明一点，火星8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而一款具备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核武器的确值得关注。当然，朝鲜正在努力发展超高音速导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要知道，当今世界上进入高超音速导弹俱乐部的国家可能只有2个半，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半个美国。中国的东风17自不用说，作为全球唯一一款正式列装的高超音速导弹与成波体导弹，技术含量不言而喻。据获悉，东风17利用助推滑翔飞行器，以火箭作为动力，把飞行器射入空中，突破大气层，然后飞行器从弹头脱落，用滑翔姿态返回大气层。在飞行中，东风17会在大气层边缘打水漂，因此也被称为水漂弹。这项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俄罗斯在高超音速导弹则是全程在大气层内保持5马赫以上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技术水平上稍逊于中国。不过，俄罗斯倒是在发射平台上玩出了新花样，包括陆基先锋、机载匕首与舰载锆石，成为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的3驾马车。美国之所以是半个国家，主要是作为最早进行高超音速导弹研发的国家，美国人在这个领域，美国可谓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经历了多次失败。上个月，美国才宣布成功试射一款机载高超音速导弹。美国人自己也承认，本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距离中俄起码还有10年差距。中美俄作为全球前3的军事大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领先其他国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很多人印象中还在用着冷战装备的朝鲜，又为何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突然发力了呢？长期以来，朝鲜的军事领域都是严重偏科的。一方面，朝鲜连自研第2代战斗机都困难，但另一方面，朝鲜却在弹道导弹的研发上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在全球9个拥核国家中，除去美、俄、中、英、法5国，
剩下的还有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与朝鲜。朝鲜的火星15洲际导弹至少看起来要比印度的烈火5洲际导弹要厉害得多。要知道，印度可是号称全球第4军事大国。这样看来，实际上朝鲜的军事潜力真的不低，尤其是弹道导弹方面。其实朝鲜的偏科也是情有可原，他们明白花费大量精力在战斗机与坦克上，不仅成本高不说，要赶上美国更是遥不可及，还不如专心发展一种威慑力，而弹道导弹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随着朝鲜弹道导弹足以威胁到美国本土，已经有足够的威慑力量，如今朝鲜弹道导弹发展方针的转变也是其开发高超音速导弹的主要原因。2020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份名为《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报告。这篇报告结合朝鲜近期的导弹发射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如今的朝鲜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对美日韩起到威慑作用。朝鲜新型弹道导弹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突破美国的3大导弹防御系统。美国3大导弹防御系统指的是地对空导弹爱国者导弹、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陆基拦截系统。为了突破这3大防御系统，朝鲜方面也是做了多手准备，包括试射潜射导弹以及开发具备突防能力的新型弹道导弹。不过，当初美国发展几十年的高超音速导弹，至今依旧磕磕碰碰。怎么朝鲜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掌握到如今先进的技术呢？很多人怀疑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受到了一些大国的背后相助，尤其是这次展出的成波体导弹与东风17那么相似，是不是中国在暗中帮助了朝鲜呢？就两国关系而言，中国与朝鲜的确关系不错。近年来，朝鲜也积极与中国展开互动，但国家间的来往核心看的是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亲疏关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朝鲜发展核武器与弹道导弹对中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儿。首先是朝鲜对于本国的核政策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2003年，朝鲜政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而在近期的联合国大会上，尽管朝鲜代表声明不会滥用核武器，但前提却是美国解除对朝鲜的敌对态度。很显然，这很难办到。考虑到东北亚核扩散的风险，中国近年来一直都是朝核协议积极倡导者，不太可能帮助朝鲜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在所有有核国家中，距离中国政治核心区域与工业核心区域最近的就是朝鲜。面对朝鲜的弹道导弹与核弹，中国几乎没有战略纵深。考虑到最坏情况，中国也不会乐意见到朝鲜发展此类武器，所以更有可能是朝鲜有意模仿中国的东风17导弹，其技术基础依旧还是自己的。至少从比例来看，朝鲜的成波体导弹要比东风17还大不少，可能依旧采用液体燃料。另外，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火星8试射的里程仅为200公里，只算得上是近程导弹。可以说，朝鲜高超音速导弹即使有所发展，那也还是很初级的阶段。